何律师，我们终于有机会合作了。我们要保释的是什么人？他的案子有什么特别？你不知道，连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不过能请得动何律师的，一定是大人物吧？你这么说，是在夸你自己，还是在夸我？既然是合作，何必分你我呢？何律师，朱律师，既然是正德派你们来的，那我的案子，拜托你们了。没问题。你跟方律师认识很久了？他跟方律师认识多久，对这个 case 应该没有什么帮助吧？张先生，请你坦白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警方怀疑你虐待你爸？不是虐待，我都说了我没有虐待他。那由不得你来说，要法官相信才行。你要我们帮你，那你也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们才行。昨晚我前女佣上门，说有东西留在我家，我好心让她进来拿东西，谁知道？这阿公呢？你要干嘛？我想跟阿公 say 拜拜。东西拿了就走。你没事吧？我要吃饭，我肚子饿，我要吃饭，我饿了，吃饭。你哪里可以这样？出去！不要！出去！这里没你的事，出去！出去！不要！这个死女佣一离开之后，居然去报警，说我虐待我爸。爸有失智症的，每天给我添麻烦，我一个人要照顾他，还要工作，每天搞到累死了，还要被别人误会我虐待他。你用的是狗链，那是为了他的安全，你们不明白的。他每次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乱开窗啊，乱开门，万一他跑出去被车撞，或者是跳下楼，那怎么办？难道还要告我谋杀吗？那为什么绑在厨房、房间、客厅，总比厨房好吧？他大小便不受控制啊，整个客厅都被他搞到肮肮脏脏的，到处都闻到味道。他一换上清尿片，又马上大小便，我都来不及换了，所以就干脆把他绑在厨房，方便带他去厕所清理咯。哎呀，每次请的女佣，到最后都嫌他麻烦，都辞职不干了，一群烦头。那你为什么不送你爸去疗养院？他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习惯，不是每一个人都受得了他的。而且他住习惯家里了，我也是为了他好。好了，张先生，我们知道了。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现在控方暂时不会起诉你，但是等到他们掌握到充分的证据之后，你随时都有可能会被起诉。我对我爸已经仁至义尽了，给他吃住，还要忍受他这么多麻烦，他们还要告我。张先生，现在你爸在医院检查，你确定院方不会掌握到任何对你不利的证据吗？要是警方发现你撒谎，这官司会变得更复杂。你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有说谎，我可以对天发誓的。我们已经接到检察署的控状，张浩辉将被控刑事法第340条非法禁锢。张金火因为失智，在法律上属于弱势群体，刑罚上可参考近年推出的74A 加强条款。张浩辉最高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或者是两者兼施。胜算呢？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们两个接手这案子了。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好。还有什么事吗？有件事情我不明白，张浩卫的案子说实在没有多大的难度，
为什么需要我跟朱律师同步进行？这很重要吗？我想知道他身份背景，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案子。他是公司的会计师，我没在公司见过他。他是兼职，没见过他很正常。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去忙吧。喂，放心，张浩威是不会坐牢的。我问你个东西啊。Surprise！ 恭喜成为 DYM 的合伙人。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恭喜你实至名归，谢谢。你们聊，我去帮忙。Thank you。很快轮到你啦，应该不会了，要不然苏律师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不用找了，他说他有案子要忙。Sam， 恭喜你了，我一直都很看好你。谢谢你。你师傅也觉得你很有能力，希望接下来你能把 TYF 推向另外一个高峰。大家一起努力。吃蛋糕。谢谢。来，你先吃吧。啊，我负责泡咖啡。那吃蛋糕。无论发生什么事，大家还是照常生活，什么也不会改变。是要改变什么？张浩辉的 case file 还没印，我现在就去。印好了，放在我桌上，我回来要看它。师傅，你要去哪里啊？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哇 ，case。怎么了？打印机好像坏了。你弄坏了？不是我。开玩笑，来，我看一下。嗯，你好厉害啊！如果我是女的，一定会被你迷倒。如果你是女的，我就不会帮你。你不要误会，我对你没有兴趣，我只是不想其他的女同事误以为我对她们有兴趣而已。哦，那朱律师，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来找你吗？你找我干嘛？你不是有师傅吗？你找他呀，我可不想跟他抢人。哦，对，师傅出去了，说什么要找证据，你不是跟他一起合作吗？怎么没有去啊？找证据是警察干的事情，我是律师。哦，啊，什么意思啊？你问你师傅就懂了啊。我要去洗手，你帮我打印3份 ，OK？ 好，没问题。谢谢啊。不会。找证据。咪咪是控方的重点证人，他的证词对整个案件很不利。
他有什么是我们该知道的？妥了，那个死女佣啊，肮脏又懒惰，我不开除她一只人，她还敢自己辞职，害我一直找不到人照顾我爸，才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可是我听女佣中介说，咪咪她是因为受不了你的脾气才辞职的。受不了我，她是受不了我爸。我看她那些证书全都是假的，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照顾老人。每次要等到我爸尿满出来的时候，她才肯去换尿片。喂他吃一顿饭啊，至少都要1个小时啊！我随便骂他几句，他就不开心了啊，说不干就不干。哦，现在的女佣这么好当的啊？哼，我出钱了，就是希望他替我分担。现在钱我出了，他做不好，还得我去做啊！你说了，这种女佣要来干嘛？我明白，会计师的压力还挺大的。当然啦。会计师不是只是按计算机、看看电脑就赚大钱的，很多人都不明白会计师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听说你帮 TY 做事，为什么被考虑转当全职？收入应该比较稳定吧 ？freelance 的工作时间比较有伸缩性，方便我照顾我爸，而且同时还可以接其他公司的账目，多赚点钱嘛。其他公司没有自己的会计部门吗？很多公司需要我们这些客观的人帮忙看账户的。哦，什么账目啊？我对会计这一行不是很熟，所以有点好奇。就是一些税务啊，一些审计，很复杂的。TYL 有自己的会计部门，还会聘请你，看来我们的税务还挺复杂的。是啊。哎呀，总之说也说不完了啊！那你在当freelance之前在哪里上班啊？你想知道这么多干什么？哦，我是担心控方律师会去找你前雇主作证。孤王集团的人才不会这么无聊出来作证。你确定？是啊，我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了，我最清楚了。要回去工作了啊！你还有什么要看的吗？没有了。啊，我爸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在收容所，有社工照顾。官司赢了，我爸会回来吗？你是希望他回来，还是不回来？这世上没有人会以真实面孔示人，大家都戴着无数的面具，不停地切换，一直到自己不认得自己。还不睡，在想什么？没什么，孩子都睡了。我要讲2个故事啊，乐乐才肯睡。那你也累了，你先去睡吧。不要，我要跟你聊聊天。怎么样？合约签了吗？看税的条件还满意吧？哎，签了。老公，我们以你为荣。呀。如果有一天我不当律师了，你还会不会以我为荣啊？怎么啦？他们反悔了吗？不对啊，就算当不了合伙人，你也还是律师吧？跟你开玩笑的。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无论我是什么身份，你还会不会那么的爱我？傻瓜，你在说什么？你还是轩轩跟乐乐的爸爸，我何子妍的老公，这个身份就已经够了。中听。
气，不客气。来，你们整袋拿去啊！来，吃点东西。自便，不要客气啊！谢谢你。听之前的义工说，你们5个人经常在这里聚会啊，怎么今天才来了4个人？哦，咪咪今天没来哦。他怎么没来？他没有空。你是他好朋友？他跟咪咪是 best friend。哦。如果咪咪需要什么帮忙，尽管跟我说。啊。谢谢你。啊，不客气。哎，你们自便。啊，不要客气啊。喂，你们不准在这里聚会，相不相信我报警啊？这里是公共场所，你叫警察来也没用。这是我家外面，不是你们随随便便喜欢来就来的。要走，去别的地方走。喂，我要警告你啊，你最好不要对他们动手动脚的。警告我？我才警告你啊！再不走的话，我就……你这个大男人，居然敢对我们女人动手动脚，我才应该把你送去警局。你很厉害，教我。Alice， 谢谢你，你人真好，还送我们回家。没事，你跟以前的义工不一样，刚刚那个男人这么凶，你都不怕。以后遇到那么坏的人呢，你要比他更凶，不用怕他。有空我要跟你学你那个动作。那过肩摔。对，我一定要像你这样厉害。Alice， 这里是哪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证人，请你告诉大家，你进屋之后看到了什么？我听到阿公在厨房叫，我和蛇跑去看，阿公被绑在里面，厨房很臭，有尿的味道。阿公看起来没有力，还一直说他肚子饿。那你之后做了什么？我找 police。法官大人，虽然警察上门之后，受害人已经没有被绑着了，但是厨房的环境就如证人所说的非常恶劣。证人，你说你在他们家工作过，那平时被告是怎么对待张金火先生的呢？蛇不喜欢阿公，一直欺负他。有没有搞错啊？喂一个饭喂这么久，都1个小时了。阿公不吞。我来，张开嘴巴，张开嘴巴啦！啊，来，咬啊，吞啊，来。蛇，我来。不用，走开。啊，这要咬要吞，咬。吃多点饭。阿辉，谢谢啊。妹妹，你有帮阿公清理干净吗？为什么那么臭的？是我病了，我刚刚换代表啊。阿公又大便了。你是不是故意的？一换新尿片就马上大便，你知道这里一片尿片比我吃1顿饭还要贵啊！我要吃饭。你就是因为吃太多，一天到晚才大小便的。这样下去，我就不给你饭吃，不要玩，让他臭死，这样他才会记得。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出去工作？我要吃饭。你够了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哈！咪咪，阿喜，好美耶！你去了哪里呀？不是叫你看阿公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让阿公进我的房间了！快点扶他出去！阿公，我们出去。不要，我要玩雪！不要！进去！进去！闭着门，不准让
他出来！我警告你，不要再让他进去我房间，不然我就炒掉你！听见了没有？等着！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大家都听到了，被告对父亲一点耐心都没有，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他知道父亲失智，不会反抗，甚至不会记住他的不好，所以他才变本加厉，把父亲当成发泄的工具。反对！反对主控官对我的当事人进行毫无根据的揣测。法官大人，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被告为什么明明有能力将父亲送入疗养院，给专业人士照顾，但是却偏偏选择把父亲留在身边？难道他不知道每天就这样对他动怒是一种精神虐待吗？法官大人，请看证物 P3，这是受害人张金火先生的医疗报告。根据精神科医生诊断，受害人患有中度失智，记忆和认知功能退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他没有办法自理生活，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别人照顾，在法律上属于弱势群体。报告也显示，受害人有营养不良的现象。法官大人，营养不良是大部分的老人家在老化的过程当中都会面对的问题。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加，吸收营养的能力也会逐渐的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不能够把这个自然的规律归咎到我的当事人照顾不当。反对有效。法官大人，受害人含辛茹苦地带大孩子，失智后却活得像条狗一样，终日被绑在厨房，活动受到限制。被告身为儿子，不但没有照顾他，反而还伤害了他。反对！法官大人，主控官说我的当事人没有照顾好他的父亲，请大家看一下以下这几张数据。我的当事人每个月会花1-2千块钱买尿片给他的父亲。如果他不是真心的想要照顾好他的父亲，他大可以买最便宜的尿片，根本没有必要买最贵的尿片给他的父亲用。我的当事人，他辞掉高薪的工作，成为自由业者，就是为了要更好的照顾好他的父亲。但是他自己也清楚，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情。后来，他聘请了女佣，所以主控官说我的当事人是恶意的要把他的父亲留在身边，当作是发泄的工具，是不合理的。照顾张金火先生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张金火先生患有失智症，他自己做过什么东西，马上就会忘记。闯过的祸，就算再三的提醒，还是会再犯。身为旁人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体会我的当事人在照顾他的父亲的时候所面对的辛苦还有压力。最后，我想问一问大家，倘若我的当事人在知道他的父亲生病的时候，就把他送去疗养院，让别人去照顾，那他是不是就不需要负上任何的责任呢？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张金火先生真的会开心吗？从法官的脸色看起来，上半场你占的优势。最大的挑战在下半场，靠你了。就算没有我，你也能轻易的打赢这场官司。看过舞台剧吗？舞台剧最讲究的是演员的临场反应，无论是台下的观众，还是对手，都能直接影响到演员的表现。我不想当你的对手，我更没有兴趣当你的观众。看来你是想要演独角戏。我只想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停止演出？请问证人，
你确定那天有看见阿公被狗链绑在厨房？是。那为什么警方上门的时候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我真的有看到。所以你的意思是警方撒谎了？不是不是，警方说的整间屋子什么都没看到，就凭你一句话就要大家相信你所看到的是真的？我还是你根本就在撒谎？我没有撒谎。反对，证人没有必要撒谎，这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况且他只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帮助张金火先生。警察到了现场，看到状况后，也合理怀疑张金火先生没有受到良好的照顾。法官大人，我们现在在审的是非法禁锢罪，那条狗链才是关键。反对无效，辩方律师请继续。谢谢法官大人。既然大家都在质疑我当事人对待父亲的方式，那我想问证人，你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一直看见我的当事人欺负他父亲，那为什么当时你不报警？因为我怕杀。那就怪了。刚刚主控官还说你是一心一意为了张金火先生，你看他被欺负却什么都没做。我再问你，我的当事人聘请你的时候是为了照顾张金火先生，对吗？对。那为什么你要做家务，而不是专心照顾张金火先生呢？啊？你刚刚说张金火先生在书房撕文件的时候你在洗碗，张金火先生尿布脏的时候你在抹地。如果你把张金火先生照顾得很好，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做家务上，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而我的当事人就不会那么生气，对不对？都是这样我做的。我们要怎么确定是我的当事人要你做的，而不是因为你厌倦照顾张金火先生，所以找借口做家务偷懒？还有，你说看到我的当事人硬塞食物给他父亲吃，对吗？对。我在这里做一个假设。你在面试的时候说你有照顾老人的经验，其实都是假的，你根本不懂得照顾老人。硬塞食物给张金火先生的是你，我的当事人看见了，骂了你几句，所以你怀恨在心，对不对？我没有。反对，反对辩方律师做出毫无根据的揣测。法官大人，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证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说的是实话。主控官说，证人是一心一意为了张金火先生，我也可以说，证人是一心想诬告我的当事人。video， 我有 video。什么 video？ 杀了阿公去厕所，还要我拉住门不要阿公出来，我有用手机拍到。法官大人，我想申请证人手机里关于张金火先生的视频作为新的证据。反对，反对，证人现在才有新的线索，我们也有权利怀疑他的可信度。法官大人，如果被告真的把他父亲关在厕所里，那就是非法禁锢，所以这段视频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反对无效。证人，你的手机呢？我送去修理了，明天可以拿到。那我们择日再审吧。干嘛？你到底是要走还是不要走？我突然头晕，不想开车。你不要以为我不认得你，你是故意挡路的吧？就为了那天那件事。什么事？我根本就不认得你。好啊，那你到底要挡路挡到什么时候？这条路本来就很少人的，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就捋不出去咯。我现在不舒服。万一我开车出了问题，你要负责吗？那你现在到底哪里不舒服？都说是头晕了，你听不懂中文的。好，我帮你叫救伤车。啊，你最好好好待着，不要乱动。什么事啊？我头晕，开不了车，他还一直逼我。
如果我撞车怎么办？那好吧，你就叫拖车来，我们陪你等，以免你出事。不用了，我休息一下就好。抱歉，如果你不叫拖车，我就叫交警来了。你神经病啊你！我是律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行为触犯了交通法？我都跟你说我头晕了。如果你肚子痛闯红灯，就不用罚款。不管什么理由，只要你的确做了，就要面对法律责任。你现在最好不要乱动，我马上打给 TP。几个神经病啊！幸好你来到。你之前当警察是作假的吗？我又不是交通部门的。东西拿到了吗？哇，冷冰冰的屋子像主人一样。怎么不用我送给你的空气净化器啊？这么小又不占位，放在客厅刚刚好。它有最新的流光杀菌技术，可以驱除高达99.9%的流感病毒、细菌、过敏源和花粉。空气要健康，人才会健康。喝红酒就会饱吗？不用吃饭了。音乐学校的霸凌案，他父亲定罪了吗？还期候审了，多亏你找到的证据。我也是照你的指示去做。举报贪污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是好公民那么瘦，多吃点肉。这阵子啊，你也辛苦了，县市吴顺琪的财产分配严讯，再来一个校园霸凌案，一个比一个可恶，但是一个比一个重要。看来你应该成功混进 TYF 的高层。可是大家对我还是有戒心。有锁定的目标了吗？每个人都有嫌疑，就算不是凶手，也可能是同谋，甚至是指使者。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在 TYF 很危险？你在找敌人的同时，敌人也知道你在找他。我就是在等他来找我。你去调查张浩辉的背景了吗？有发现吗？我已经成功骇入了他的电脑，电脑里面有几份删除的文件夹，我也恢复了那些文件。我仔细看了几遍，也没有发现他帮 TYF 做假账的证据。那会不会是他把证据藏在别的地方，比如一个随身硬盘？那也要等他把硬盘插入电脑，我才有机会截取。不过我在他电脑里发现了另一样东西。原来张浩辉在他家里装了 CCTV。你这样下去，我就不给你饭吃。所有的股东都到了，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宣布？等股东大会结束就知道了。师傅，听说全部的股东都到齐了，你觉得有什么事啊？不关我的事。啊，消失了2年的 TY， 今天终于出现了，师傅，你一点都不觉得好奇吗？哇 ，TY After F 就已经够厉害了，听说 TY 啊，比方律师还要厉害啊！哦，难怪 TY 摆在 F 前面。何律师 ，TY 要见你。嗯。明天又要出去钓鱼啦？是啊，和师傅还有朱伟。我觉得你师傅疼你多一点，还是朱伟啊？那还用问？把我朱伟放在一起，你会选谁啊？哇，这样很难选哎。你找什么？
再说一次，选谁？难选，难选，难选你，就选你。那还差不多。其实还挺羡慕你们师徒的关系的，好像以前我在当实习生的时候，我的师傅很凶，都没像你们师傅对你们这么好。那是你没见过他生气的样子啊！啊，他会发脾气的？怎么不会？他的手上就像法官的木锤一样，只要一敲，每个人都肃静，气都不敢喘。可是我觉得你们好像都不怕他的。谁说我不怕？真正不怕他的只有朱伟。师傅，你在卢森堡这么久，怎么都不寄一张明信片给我们？师傅，最近我接了一个案子，可以问问你吗？师傅都说他退休了，你还拿公事来烦他？他为了躲你，都逃到卢森堡去了。我有事要跟何律师聊。杨律师你好，不用那么拘谨，叫我TY就行了。听我徒弟说，你和他一起接手张浩辉的案子，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不过你们相当有默契。怎么样？他的案子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吧？一切都在掌控中。那就好。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怎么你跟方律师都这么关心张浩辉的案子？那当然，他在 TYF 工作那么久了。是吗？我没听凯森说过，倒是听凯森常常在我面前提起你。凯森出殡，我刚好在卢森堡，来不及赶回来参加。当我知道你来了 TYF 之后，我就一直很想见见你。凯森他很尊敬你。我的学生很多，可是得意门生，也就只有那几位。我一直很想感谢你，提名凯森为合伙人。谢谢你一直这么器重他。凯森是个很有能力的律师，我对他的期望一向很高。听说你在 TYF 的表现也非同凡响，凯森来不及当上合伙人就走，或许这个梦想你能帮他实现。我没想那么远。再说，公司朱律师和苏律师的资历都比我资深。你们的表现，我同样期待。TY 到底为什么要见那个女人呢？万一 TY 站在他那边，那怎么办 ？TY 永远只会站在自己的那一边。可是他出国那么久，一回来就说要见他呀。他加入公司后 ，TY 从来没有见过他。老板要见自己聘请的员工，那是很正常啊。万一 TY 真的被他说服了，不就什么？有我在。可是你的股份比 TY 少，权力不够他大啊。我只是善意的提醒，凯森死了，现在又来了个何子元，你看，万一 TY 真的可怜他，提名他当合伙人，那我们的权力不是大大被削弱吗？你那么怕何子元，就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多打赢几场官司，否则，别说是何子元，就连朱伟那小子，也有可能超越你。可是，你忘了我为什么答应让何子元进来公司吗？是，他是个摇钱树，可是摇钱树终有一天倒下会压死我们的。我敢让他进来，就有本事看着他。一旦他没有利用价值，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走。Alex， 我要调查一个人，这一次要挖得更深。谁？杨涛。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同学，又有业务来往，你叫我怎么相信？你们根本就是同流合污。你是我所带出来的徒弟，这么多年的师徒情，你是这样看我的吗？师父也说过，袖手旁观是人性。可是这件事，我不是局外人，我是你徒弟。你不帮我没关系。我会自己找证据。凯琛，凯琛。